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歡迎來賓陳立偉、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任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持續的關心到中東的戰事，因為現在看起來是即將要開打的前夕了嗎？中國大陸跟美國的軍事武器是已經全部逐漸的投入到這個在中東附近的戰場了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尤其現在要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強勢的他的強援抵達了伊朗，以色列只是慌張急求川普來突襲開戰，24架的 F-15E 已經急奔中東了。中美軍武巔峰對決，難道真的要開打了嗎？今天會一起做解讀。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來特別看，包括了現在特別提到了 LexX 上面的這個報道，上面寫說呢，16架的中國軍機已經急奔德黑蘭了，包括紅旗9B 疑似也到位了。這個到底是軍事援助，還是等於是中國大陸？難道會真的默默的下場嗎？難道中東會出現第3股勢力嗎？美國在這個情況之下，還能當作是沒有看到嗎？第二件事情是，伊朗在最近幾天高調的放話說，他們已經成功試射了洲際彈道飛彈，而且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這是真的嗎？還是一種心理戰呢？美以會不會因為這句話而被迫提前動手呢？美以還在等什麼？最後來關心到的是，以色列也放話，他寧可承受來自於伊朗的700枚飛彈，也要推翻伊朗政權。這一種極限的挑戰，會不會迫使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也介入在中東戰事當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分析。中東現在火藥味一觸即發，伊朗難道真的不再被孤立，有了中國大陸甚至俄羅斯的幫忙嗎？正在悄悄的接收中國的軍火嗎？這是來自於 X 博主 War 上面特別做了一個爆料，說伊朗近期收到了大陸制紅旗9B 的防空飛彈系統，並且在過去56小時內，至少16架中國軍用運輸機已經直奔德黑蘭了。另外一方面，伊朗則是再次的對外宣告，成功試射了洲際彈道飛彈，射程甚至他說直指美國的本土。這樣子的一個測試，雖然還沒有獲得外界的一個證實，但已經讓國際社會非常的緊張了。而美以在另外一方面，則是全力的在加強部署。我們先來看到說，談了好久的這個林肯號，現在已經正式通過馬六甲海峽，幾天之內就會正式抵達中東海域了。外界預估說，一旦美國的航母正式到達，那麼就是開戰的倒數前夕了嗎？再來就是看到 F-15E 的戰機也逐漸到位了，從英國基地緊急空運至中東，數量預估會高達24架。再來看到的是4架的 C-17A 的戰略運輸機已經抵達了約旦的軍事基地，甚至是包括了我們看到 KC-130大力神已經落地在以色列了，疑似就是要運送軍備的支援，美國要來特別援助以色列。而此刻我們來看到以色列的防長特別參謀長特別出來放話，他說已經為突襲戰爭做好準備了，只要能夠推翻伊朗的政權，我們以色列即便承受來自於伊朗的700枚導彈襲擊，我們都在所不惜。而伊朗的軍事專家預估，美國跟以色列正在接下來籌劃對伊朗發動的是混合戰爭。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中國大陸的角色？難道真的會介入在這場戰爭當中嗎？是否將中東推向新冷戰？美國接下來會怎麼做？而伊朗宣示它的洲際彈道飛彈已經可以覆蓋住整個美國的本土了，這是戰略嚇阻還是一個心理戰？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在伊朗的這個情勢的變化當中哦，看到這個來自於北京政府的一些操作，其實不難可以理解到。我覺得中國大陸也好，俄羅斯也好，他們已經看懂了川普在全球下的這盤大棋，真正的目標就是劍指中俄嘛。所以其實我們熟悉中國歷史就知道說，當年戰國時期，秦國那個時候要一統六國，他採取什麼策略？他就採取遠交近攻啊。就是對於我沒有辦法處理的，對於力量過於強大的，我就對他示好，跟他交朋友。然後呢，我麻痹他，我讓他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當中，我不斷的剪除他旁邊的羽翼，然後我把我周邊能夠攻下來的我都攻了。那等我把我自己的這個力量鞏固好之後，我再揮軍向這個原本我的朋友，我就來開始面對他們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在處理委內瑞拉、處理伊朗、處理這個格陵蘭，川普幾乎沒有毫不諱言的在講的。
目標幾乎都是劍指中國跟俄羅斯嘛。特別是像格陵蘭，他不斷的強調，他要拿下格陵蘭，就是因為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這個北冰洋的航道已經部署了太多的這個裝備在那裡了，他們必須要遏制中俄哦。然後他拿下委內瑞拉的時候，他講了什麼？他說美國加上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佔了全世界的55%了。大家想想哦，如果再讓他拿下伊朗的話，他所掌握的這個全球原油產量絕對超過70%。那在那個情況之下，你說中國大陸當然首當其衝受到衝擊啊。委內瑞拉的油大量都是輸往中國大陸，伊朗的亦復如此。那你更不要講說伊朗所處的地理位置，不管是空中航線或者是這個地面的這個地緣政治的位置，它其實都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戰略樞紐。一旦伊朗失去了，中國大陸的中歐班列馬上就會受到衝擊。那麼所有的相關的航班，美國現在飛中東的機票為什麼這麼貴？就是因為美國的飛機不能夠飛越伊朗的這個上空，不能夠飛越伊朗的領空。但是如果這個情勢改變了呢，變成美國掌握了伊朗呢，那接下來對中俄來說，他們所失去的遠遠超過於委內瑞拉可以造成的影響。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北京也好，或者是這個俄羅斯採取更大的動作，其實也並不令人意外了。那你說美國這個時候要不要動手？美國早就動手啦。我們不要講別的，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所有的伊朗的抗爭行為都是 CIA 幹的。就是我2020年在幫韓國瑜打總統大選的時候，香港莫名其妙就來一個反送中了。等到蔡英文當選了，就不反送中了。所以呢，香港最近的審判都已經出爐了。這個背后這個引發騷動的是誰？就是 CIA 啊，還有誰？所以今天美國跟摩薩德把他所有在伊朗潛伏的人馬，通通都投入了這場所謂的這個騷動裡。但是在這個騷動的過程當中，我覺得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說這個騷動沒有推翻伊朗政府，因為這個騷動的群眾他們缺乏一個核心的精神領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各種報道說伊朗斷網，可是呢，星鏈卻成功的突破了伊朗的斷網。各位，星鏈到了它上空，不是說你打開手機就可以連上星鏈的。星鏈在地面上要有接收站，要有發射器啊，那不是一台的問題，那是幾千台。那幾千台什麼時候運進去的？就如果今天沒有地面的這些接收跟發射器，就算星鏈的衛星全部集結在伊朗上空，打開手機什麼都收不到的。那這麼長時間的部署哦，你說不是 CIA 不是摩薩德，誰做得到？所以美國早就動手了，只是說他不敢打地面戰而已嘛。今天以色列雖然講狠話，他說我承受你700枚導彈也在所不惜。對，我打了你700枚，可是你還是沒有辦法入侵我的國土啊，因為你離我有距離，而且我國土這麼大，你要佔領我整個伊朗嗎？你要怎麼佔領？這現在也是美國的難題啊。他就算來了 F-15的這個戰鬥機，他就算運了再多的這個相關的裝備，他就算林肯號到了那裡，他還是要地面部隊，因為那是伊朗，那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國家。你美國打伊拉克，美國打土耳其這個阿富汗，要不要地面部队？要啊，他要大量的投入地面部隊。所以對美國來講，我覺得他現在最大的兩難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夠在損失最小、付出最小的情況之下達成這個任務？那麼我認為美國在評估當中，所以這個時刻中國大陸採取更大的動作，我覺得是有助於牽制住美國，讓美國要重新思考。那你說至於說伊朗有沒有洲際彈道飛彈哦？我覺得也不無可能啦，因為其實對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來講，你要幫助伊朗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有洲際彈道飛彈，不管是你給他，或者是你幫助他研發。因為只要他有了，他跟美國就是要做保證相互毀滅。那麼美國就要想一想了，就我如果真的要發動戰爭，或者我讓以色列发動戰爭，我的國土會不會受到你洲際彈道飛彈的攻擊？這就是美國要考慮付出的代價了。好，這一場可能即將要引爆的戰爭，現在看起來也涉及到了中國大陸跟美國，還有俄羅斯等等各個國家的武器的一個對決。那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了，現在美國在伊朗這邊還是缺乏地面部隊，不過現在眼前有包括林肯號逐漸要到位，然後再加上戰機等等，有了包括伊朗的方面，他现在拿到的是中國制的紅旗 9B 等等，還有他的運輸機現在運一些武器，真的能夠有效的阻擋來自於美以的攻擊嗎？幹哥有怎麼看？好，我特別注意到，就是說，中國軍用機軍用的運輸機有16架緊急飛往德黑蘭。這句話我特別有興趣，為什麼？你知道，有16架軍用運輸機，我可以告訴各位，那叫做戰略運輸機，不是那種我們常常我們自己看到的那種，4個螺旋槳這樣巴拉巴拉巴拉那個飛不到的。為什麼？它需要空中加油。所以從最簡單、最接近的基地
比如說從西安或者是從那個國內啊，就是說這個比如說湖北的基地直接飛到德黑蘭的話，那一定要大型長程戰略運輸機，那就是運20，一次出動16架，很多。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中國大概目前有30架運20成軍，一次飛那麼多去，帶的是什麼東西？帶的就是紅旗9。大家可能對紅旗9聽過很多次，不太了解它。我可以告訴各位，紅旗9就是類似俄羅斯的 S400，本來是 S300，但它的提升它的性能已經到了 S400了。有一個國家在美國多少次警告的情況之下，他最後還是買了紅旗9。為什麼？因為他認為紅旗9真的好用，它叫做埃及，好不好？結果埃及用了以後，真的說很好用。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在去年的12日戰爭之中，就驗證給你看紅旗9B 到底它的性能如何。聽說他把俄羅斯的 S400的防空飛彈給擊落了。就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防空飛彈擊落防空飛彈，天下有這種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說，告訴你，紅旗9B 的性能，它本來是仿 S300而來的，而達到跟 S400有相同的功能。結果我竟然可以攔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那個紅旗9B，攔截了印度的 S400系統。現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這是什麼樣的概念，就是說，我現在已經青出於藍了。所以說，在那個戰爭之中，不僅僅是巴基斯坦的梟龍或者是歼10打下了印度的飆風戰機，連防空飛彈都已經勝於印度一籌，而印度的那個原來的系統是俄羅斯的系統，所以紅旗9B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而已。這樣你就比較了解到底它是什麼樣的系統。紅旗9B 現在是部署在中華神盾上面最重要的系統。也就是說，海軍大家所聽過的055大驅或052D 中華神盾，他們主要的防空系統就是海紅旗9，跟陸上的紅旗9B 是同一個體系出來的。也就是現在中國的主力防空飛彈、區域防空飛彈，射高30公里，射程300公里，然後它可以應付飽和的電子干擾環境。在這種情況之下，這種飛彈用16架運20，趕快運到德黑蘭去，這個意義非常重大，就是我趕快援助你。為什麼？因為你原先用的 S300或是 S400俄羅斯系統，可能沒有辦法應付新的威脅。什麼叫做新的威脅？新的威脅叫做 F-15E。美國的 F-15E 是出了名的炸彈卡車。這個飛機一飛過去，身上帶24顆炸彈。它飛到德黑蘭去的話，它一丟一架就丟24顆，這24顆可不是小炸彈，每一枚都是500磅的炸彈，一丟到德黑蘭的頭上的話，那你頭就痛了。如果這次派了24架去，2個中隊，這種炸彈卡車，它也不是自己就飛過去的，它也會面對很多德黑蘭的防空系統，它也有電子壓制的，所以這次它如果去的話，會不會被紅旗9B 打下來？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特別現在接下來要關注的重點。不過我們可以理解到，不管是 F-15E 炸彈卡車，或是 F-35隱形戰機，都會被防空飛彈打下來。只是遠近以及多跟少而已。只要你第一次進去我攔不到，第二次你一定會被我攔到。這個就是什麼？這個就是戰爭的一種藝術，就是說我們都是處於在時代尖端的系統。如果今天中國已經緊急運送了紅旗9B 到德黑蘭去，那現在 F-15E 真的跑進來要空襲德黑蘭的時候，紅旗9B 抓得到抓不到？剛開始也許抓不到，但你來第二次，我一定抓得到，就像巴基斯坦抓得到印度是一樣的道理。所以我大概簡單講到這邊，就是說，如果那個美國跟以色列要聯合進行空襲行動的話，碰到中國的紅旗9B，可能要特別小心一點了。好，現在不管是美國的或者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武器，都已經急忙的送到了伊朗這邊去。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也直接喊話，這是他的參謀長，國防參謀長直接說，寧願承受700枚導彈襲擊，也要推翻伊朗政權。中俄在這個時候會介入嗎？苑老師怎麼看？
我們一般人呢，對於這個以色列的這個抵禦能力啊，就是說有一種顧慮，就是說以色列在前一陣子，就是2025年6月份的時候，挨了伊朗的導彈啊，非常多，上百顆的導彈以後呢，覺得大家都看到那個驚心，就是觸目驚心的那些畫面了哈，就覺得以色列這裡被炸，那裡被炸哈。但是實際上的話呢，我告訴大家，就是說以色列本身呢，現在是基於3個理由啊，它是對於這個伊朗的話呢，是非要動手不可，所以他的參謀總長扎米爾啊，他的表現的態度非常強悍，而且以色列從以色列已經打了2年多了哈，這個以色列現在沒有停的意思，就想要畢其功於伊啊，要把伊朗收拾掉。有3個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就是以色列會攻打伊朗的主要理由就是以色列注意到伊朗的核能的提煉的整個過程並沒有被全部摧毀掉。這是大家現在都已經知道的事情，而且以色列的話呢，非常非常擔心伊朗擁有核武器。一旦伊朗擁有核武器，再加上飛彈、導彈的話呢，它一定會對以色列發射。這以色列這樣認為啊，實際上的話呢，也可能是對的。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伊朗的帶頭呢打代理人戰爭呢，那個叫抵抗之狐啊。那麼現在的話呢，整個基本上只剩下伊朗了。啊，其他的話呢，從哈馬斯開始到這個也門的胡塞武裝啊，到這個敘利亞呀，到什麼所有原來支持伊朗或是說伊朗拿錢在支持的代理人戰爭的話，現在都被以色列打垮。所以以色列現在就是說要把伊朗的借這個機會呢，就把它真正的打垮一下啊。所以說那個第3點原因的話呢，就是以色列認為是機會難能可待。這個機會的話呢是2方面，一個是川普在當總統，另外一個的話呢就是伊朗前一陣子的話呢鬧得很厲害，伊朗鬧的原因啊，除了顏色革命的因素以外呢，還有一個是通貨膨脹的問題。現在的話，1個美元可以換到伊朗的錢了140萬呢，140萬。所以伊朗人的生活當中的話呢，普遍來講是不滿意的。不滿意呢，那以色列呢，前一陣子呢，突然表現得出奇安靜。就是基本上是在搞內部的這種聯絡啦，啊，那個摩薩德就開始動作。所以說這3個原因合起來的話呢，對以色列來講的話呢，只要我能夠抗得住第一波、第二波的導彈攻擊的話呢，能夠借這個機會讓伊朗什麼呢？不一定要讓它消滅，也不一定要佔領它，就要讓它亂，3個亂啊，所以說它就夠了，以色列就夠了。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中東的戰爭是一觸即發的。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